这是伊拉克尼尼微的一支特警队，他们没有援军，也没有物资，甚至高层以为他们全军覆没不复存在。但他们凭借着最后的10几人，一路杀进了恐怖分子指挥所附近。当他们潜入一处废弃的大楼时，却与恐怖分子撞在了一起，双方展开近距离肉搏。经过几次战争的洗礼，曾经还会为恐怖分子求情的卡瓦，现在也变得凶狠无比。很快战斗结束，为了确保安全，卡瓦上前挨个补枪。队长开始清点人数，发现一名队友已经倒地不起，又失去一名战友。队长愤怒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，但此时没时间悲伤，他们继续上路，小心翼翼地穿过几条小巷，成功抵达敌人指挥所附近。而此时恐怖分子已经收拾完物资，准备离开。队长决定立即发起突袭，卡瓦等人在楼顶负责阻击，自己则带队寻找机会突袭。一名队员率先发射 RPG 进行打击，击中敌人车辆，但是并没有爆炸，原来是一枚哑弹。队员被气得破口大骂，但此时他们的位置已经暴露，只能冲进去跟敌人硬刚。卡瓦等人凭借位置优势疯狂输出，队长带领的小队一边突袭一边转移位置，恐怖分子被上下夹击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四处逃窜。卡瓦下楼准备与楼下队伍集合，刚转过楼梯就冲进来2名敌人，来不及躲避，直接一梭子弹。集合完毕，队长制定完包围计划，几人从不同方向开始进攻。小队前后夹击，敌人很快被一一击毙，就算投降也不留活口。战斗结束，队长命令小队搜集物资，原地休整。看着被恐怖分子践踏过的家园，队长也不忘清理地上的垃圾，他不想把这些垃圾遗留在自己的家园。然而就在他清理桌面的书籍时，意外的一幕发生了。爆炸过后，队长倒了。队长的牺牲给他们带来了沉痛的打击，所有人没有了主心骨。而此时，卡瓦缓缓地站起身，提醒大家休整时间到了，该去完成下一个任务了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一处居民楼，为了不引来更多敌人，他们换上手枪，悄悄地开始向楼上移动。来到一个房间门口，这时一名队员拿出一把钥匙，此时他双手颤抖了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家，他不知道家人是否还活着。进门后直接击毙了房间里的男人，房间里的母女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。队员看着惊慌失措的母女，立即丢下手里的武器。妻子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起身抱住丈夫，泣不成声。卡瓦看着眼前的一幕陷入沉思，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多少痛苦？前方丈夫生死不明，而身后的家园却被匪徒霸占，遭受凌辱。虽然现在自己的家园已经破败不堪，但是他们一定要从敌人手中抢回来。电影至此基本结束，但是伊拉克人们的苦难还在继续。这是一部纪实报道改编的电影，而让人意外的是，这篇报道的作者居然是米国人。电影中没有米国人的身影，但他们留下的创伤却无处不在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。